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今天这件事儿，大家一定要听完。就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农村县，竟然在2年调查后，一口气抓了15名民主党人，而且这里面不乏县法官、市议员，还有学区的受托人。那么整个案子就像冰山一角一样的直接撕开了德州几乎没有选民欺诈的所谓的神话。就在2025年8月10号，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公开开会表示，这是南德州农村地区近代最重大的选票案件之一。其实呢，早在今年的5月1号啊，佛里奥县的大陪审团就已经以选举欺诈罪起诉了6个人。这些人之所以落网，是因为帕克斯顿办公室领导的2年的调查，揭露了一场有组织的选票收集行动。这个行动影响了民主党集中地区的多场地方选举。就在第一批被起诉的人中，包括有弗里奥县的法官罗谢尔·卡马乔，他面临3项选票相关的指控。前弗里奥县选举管理员卡洛斯·塞古拉被控篡改实物的证据。皮尔斯议会成员拉米罗·特雷维洛和拉切尔·加尔莎也被起诉。另外，皮尔索尔独立学区受托人阿德里安·拉米雷斯，她是位女性啊，她同时也是卡马乔的妹妹。另外还有被指定为职业的选票收集人的罗莎·罗德里格斯等人。调查人员指出，这个计划专门瞄准了老年人和邮寄投票者，他们收集选票的行为直接违背了德州的选举法。根据德州2021年的选举完整性改革法案，悠长收集选票最高可判10年监禁，并罚款1万美元。这些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案件。早在2024年8月，帕克斯顿的刑事调查部门就在弗里奥县、贝沙尔县和阿塔斯科萨县执行过多份的搜查令，查获了与非法选票收集团伙相关的证据。当地的居民早就抱怨多年，他们说有政治活动人士系统性的收集和操纵邮寄选票，这也不是1-2天的事儿。调查人员认为，这个网络直接让多名民主党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获益。就在今年2025年年中，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6月30号，第2批大陪审团又起诉了9个人，让被告的总人数达到了15人。新的指控包括前德州众议员候选人塞西利亚·卡斯泰拉若，前贝萨尔县民主党主席胡安·曼努埃尔·梅迪纳，还有其他弗里奥县的现任与前任的市政府官员、学校董事会成员和县专员。这些指控从收集选票到篡改政府记录，全部与同一个协调运作的选票收集网络有关。当下的法律文件显示，这些所谓的选票收集者
会以提供帮助为借口来接近选民，尤其是老龄人，然后在选票计数前直接控制选票。甚至有证据显示，相关人员会通过手机 APP 支付现金转账，然后换取选票与选民的信息。在德州，为收集选票提供或接受报酬是3级的重罪。然而，尽管案件规模惊人，涉案公职人员众多，全国和州内的民主党高层却是几乎一片沉默。他们多年来一直说德州没有选民欺诈，但现在仅仅一个农村的县2年的调查就已经让15个人被刑事起诉，其中包括了现任县法官、多名市议员和学区的官员。德州的法律对选票保管链、邮场收集、篡改记录等行为的严惩是有理由的。邮寄选票在身份核验、保管、提交等环节，如果没有严格的保护，非常容易被人利用。而弗里奥县的案例表明，当违法者正是官员本人，这些防范措施形同虚设。所以尽管行动的规模和涉及的公职人员人数，但全国的民主党和州级知名民主党人几乎完全保持沉默，选举诚信在他们眼里就根本不是事儿。其实选举诚信并不是党派之争，但这次民主党人的沉默却像一面镜子照妖镜，照出了他们的所谓的双重标准。换成如果是共和党人被指控，他们会高调调查，是吧？要求辞职，推动改革。可一旦是民主党人在关键的选区，他们的回应却是沉默。所以这不仅仅是德州的故事，也不仅仅是15人的案件，它是冰山的一角它关系到整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信任基础。一旦被腐蚀，它的代价就由每一位美国公民来共同承担。所以川普上台也就半年多时间，一系列的大案开始浮出水面，民主党这个丑恶的邪恶的政党即将在世人面前暴露出他们的丑恶的嘴脸。玩书的结论非常清楚，没有信仰的政党，民主党人中间的信仰基督教的毕竟是少数，大家可以看数据看到，没有信仰的人像什么？不外乎是金钱，不外乎是权力。所以民主党人抓权，是吧？就像守财奴一样，葛朗台一样的抓钱一样的，那么的贪婪，是吧？佩洛西法案的通过告诉大家，向全世界宣告，以佩洛西为首的民主党全部是一帮卑鄙无耻的家伙。他们从操纵选票，是吧？打压民主人士，包括川普，限制言论自由，通过街溜来抓捕无辜的有合法的抗议的民众。这一系列的手法都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他们是在与美国人民为敌，所以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也是美国人民翘首以盼的。王安书在这里点赞向德州县点赞，他们打响了第一枪，向民主党这个腐败政党的开的第一枪。加油德州，加油共和党。